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癌症末期了，回家之前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路上沐浴着阳光，自拍了个大头照，发了个朋友圈，配文：春天的希望。许久未曾有这么好的心情，老公的情人耐不住了，都丑成那样了，出来丢人现眼什么呢？弟媳也评论：你到底准备霸占爸妈的股份到什么时候？我闭上眼睛，感受阳光拂在脸上的暖意，然后删了那个朋友圈。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黄医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赵若彤，最好通知下你的家人来，这个癌症我想放弃治疗了。主治医生建议找家属谈一次话。黄医生，我没有家人，真的。我站起身来，缓缓走出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。窗外冬日的雪飘得格外轻，今年的雪来得好早啊！我对着窗户玻璃上自己蜡黄消瘦的脸庞叹了一口气：赵若彤，你还想治吗？回到病房，隔壁床的大娘在给她丈夫擦拭身子。丫头，有好转了吗？我笑了笑：大娘，我没事，好好照顾钱大爷。丫头，你还年轻着呢，不像我们老头子。大爷咳嗽着安慰我：大爷都60多了，漫漫就医路已经走了5年。我看着大爷在病号服里的身体，瘦如枯槁。钱大爷，我想放弃了。我抬起头看着天花板，闭起了眼。靠窗的是一个40多岁的大姐：姑娘啊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千万别呀。是啊，我才28岁，为什么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呢？刘管家给我送来了可口的饭菜，他是我爸妈的老管家，自从爸妈离世后一直照顾我。小姐，都是同邻记最好厨师做的，你爱吃的。我打开一看，清蒸鲈鱼、虾仁清炒西兰花、昂刺鱼炖蛋，平日里最爱吃的佳肴，现在看着索然无味。过年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吃大馄饨。小时候，每次过年前，妈妈就会给我和弟弟做青菜猪肉馅馄饨。彤彤，来吃馄饨。爸爸一脸宠溺地往我嘴里塞进一个馄饨。弟弟赵泽峰这时候就吃醋：爸爸，我也想吃。爸爸，你偏心姐姐。泽峰过来，妈妈喂。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们3个，做着我们姐弟的和事佬。钱大娘，你会包馄饨吗？我看着给大爷擦身子的他，突然开口问。钱大娘一听说这个，立马来劲：丫头，你可不知道，我包的馄饨那是一绝呀！我从提夹里抽出5张100元，递给他：大娘，给我包些青菜猪肉馅的馄饨，有猪油渣最好放一些。以前觉得猪油渣太油腻，吃馄饨总要爸妈单独给我包没有猪油渣的馅。可他们走后，我特别怀念那种油腻的味道。大娘看着钱，愣了一下：丫头，大娘不能要你钱。我摇了摇头：大娘拿着吧，钱大爷的病需要钱。也许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手机里短信声响起：5万到账了，那是爸妈留给我城外商铺的租金。晚上，钱大娘做好了饭回来了，一脸盆的馄饨，个个饱满圆润，还有罗氏虾、鲫鱼汤，整个病房飘满了汤汁的香气。大娘给我和靠窗的大姐一人都递上一碗大馄饨，我一口咬下去，猪油渣的汁水钻过牙齿缝，香浓的感觉，熟悉的味道。吃着吃着，眼泪絮絮流下来，我默默低着头，不让他们看到我的脸。丫头，大娘做的好吃吗？等到眼泪干后，我才看着大娘说：钱大娘，你的手艺真好。吃完馄饨，大娘又给我端了一碗鲫鱼汤：丫头，喝些汤补补身子。钱大娘是个细心的人，带着电饭煲过来热鱼汤，怕冷了有腥味，我不爱吃。这久违的温暖是家的感觉。我们这个房间
3人都是癌症病人，大家都知道治愈的概率极低，可是没有人灰心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。我亲眼看着来的时候，我这个床前一个病人被盖着白布拖了出去，家人们伤心欲绝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，护士手脚麻利的消毒，更换着床单，撤去床头前一人名字，换上我的。这一切让我感觉好像前面那个病人从来未存在过一般。晚饭过后，刘管家又来看我了。他是唯一一个天天都会来医院看我的人。小姐，要不换到楼上 VIP 病房去吧？不用，我觉得这里挺好的。我刚住进来的时候，医生就给我推荐过，我还是喜欢人多些，热闹，有市井气。父母走后，我搬回了他们的别墅，一个人守着偌大的房子，实在是孤独。我顿了顿，对刘管家说道：“刘叔，能不能帮我签个字？我想放弃治疗了。”小姐，要不你还是通知下罗广宗和小少爷吧。刘管家最后还是提了我老公和弟弟，他知道那是扎在我心口的一根刺。刘叔，没这个必要了，我淡然地说。第2天上午，罗广宗给我打来电话：“赵若彤，你不在别墅，有事吗？刚打过针。”我忍着疼痛：“你到底签不签离婚协议？”那个熟悉的女生抢过电话说道：“罗广宗带着他的情人启丽找上门了，过几天吧。这次我真的想放下了。赵若彤，这次最好别耍什么花招。”启丽尖锐的女声在电话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我懒得再和他们废话，看着手机屏幕上罗广宗的名字，我虚弱地垂下了眼。启丽，罗广宗爱到骨子里的情人。饭局上，这个女人是客户给他准备的开胃菜。男人嘛，免不了逢场作戏，应酬下。可是这女人只是唱了一首《甜蜜蜜》，就成功俘获了罗广宗的心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是初恋的感觉，真是可笑。如果启丽让你想到初恋，那你曾经跟我的海誓山盟又算什么呢？我与他识于微时，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愣头小伙。他对着我爸妈拍胸脯保证，此生此世，他罗广宗只会有赵若彤一个女人。当我发现罗广宗买下高级公寓，养着启丽，我对爱情的信念彻底崩塌。那时候我父母刚出了车祸，精神已经到了崩溃边缘。罗广宗说我像个疯子，神经病，不及启丽半分的温柔。我不想见这个霸占我老公心的女人，可她自己找到我家，说我又老又丑，让我赶紧跟罗广宗离婚，说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她很快就能给罗广宗传宗接代了。我无法像个泼妇那样和他争吵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开始自我怀疑：我真的老吗？我丑吗？可我也才30不到啊！罗广宗越来越放肆，几乎不着家了。终于还是忍不住和我提离婚，说是要给启丽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。我搬离了罗广宗的房子，回了父母空荡荡的别墅。临走时留了句话给他：我死也不会签离婚协议，要么你去起诉，我斗不过你们，我也要拖死你们。罗广宗为了公司的声誉，是绝不可能起诉离婚的。大家就这么好吧。这时走廊里闹了起来，这层楼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，死气沉沉的。钱大娘出去看了下，回头叹了口气，接着又是家属的一阵哭喊声。白布盖着的床从我们病房门口走过，病房里显得更加安静了。在这里待久了，似乎这就是一种常态，习以为常了。昨天一起其乐融融的病友，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拖走。钱大娘开口了：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，哪怕能拖过这个年关也好啊。大娘说话的语气有些颤抖，背过身子擦拭了下眼睛，转过来
又是笑意吟吟的。丫头，过年想吃啥？大娘给你做。靠窗那个大姐被家人接回家过年了，这个病房只剩下我们3个。钱大娘，我想吃团圆，要加红糖那种，行吗？和钱大娘熟络了，我也不那么拘束了。行呀，丫头，吃了大娘的团圆，一定要都团团圆圆，长命百岁。钱大爷看着与自己陪伴多年的爱人，眼里泛起了光。我看着这对老夫妻，似乎也有了些过年的年味。大年初一的早晨是要吃团圆的，一早大娘就带着电磁炉过来了，她下着团圆，热气腾腾的，贴心的给我带了红糖。我只是随口吃了几个，本来就不喜欢吃甜腻的食物，只是为了新年应景吧。我又想起了妈妈，每年初一，她总是给我煮团圆。白色团圆飘在红糖水上。妈，我不爱吃甜食，我嘟囔着，不爱吃也要吃啊。团圆是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呢。妈妈轻轻地敲了下我的额头，示意让我随意吃几粒就行。那时候我那么小，爸妈还那么年轻，转眼我现在就是个病人，爸妈也离我而去了。随即，我大口喝着甜水。真的甜呐，和小时候妈妈做给我吃的一样甜。手机里突然来了条短信，是我弟弟赵泽峰发来的。许久没有联系了，难道是他要祝贺我新年快乐吗？点开后，我愣住了。姐，都这么久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爸妈的股份转给我呀？我老婆什么人，你是知道的，为什么总要弄到我家宅不宁呢？赵泽峰的短信映入眼帘，我微微叹了口气。爸妈弥留之际，把公司的股份全部给了我，因为赵泽峰才20出头，刚刚结婚，怕他没能力管理这么庞大的家产。我爸交代过我，等他成熟些，股份我们姐弟1人1半，城外商铺和别墅由我做主，刘管家是见证人。我那个弟媳，商场女售货员，赵泽峰不知道看上她什么，死活非要娶她。赵泽峰的老婆估计是认为我要吞了爸妈的家产吧，所以这么火急火燎地逼着我转股份给他们。去年赵泽峰的老婆来别墅闹过一次，最后闹到报警收场了。我回了赵泽峰短信：弟，过完年吧，我联系律师办。顿了顿，我又发了条信息：弟，新年快乐。过年时候，刘管家来看了我几次。刘叔，过几天我想回别墅一趟，我央求着他，你去医生那帮我签个字，行吗？他看着越来越消瘦的我，点了点头。小姐，你真的不告诉少爷吗？那可是你亲弟弟，不必了，他该有他的生活。我的生命都快进入倒计时了。赵泽峰还那么年轻，他刚刚承受失去父母的痛苦，让他们夫妻恨我也是好事，免得伤心难过。启立以罗太太的身份发布怀孕的消息，很快上了热搜。一个过年闹得满城风雨，我也上网。也许在罗广宗的心里，我已经近乎透明。网上那些议论挺离谱的，这个启立是罗太太吗？看不出来呀。罗广宗喜欢这种网红脸。我听说罗太太另有其人，三角恋、婚外情，不是正房。启立敢这么嚣张，可是没人见过罗广宗正宫太太呀。我无力地将手机放到枕边，手臂已经瘦得青筋凸起。再过几天快元宵节了，我联系了律师，顺带让刘管家来医院签字，带我回别墅。许久没有化妆了，我找出包里尘封的瓶瓶罐罐，照着镜子化了一个美美的妆。钱大娘看着焕然一新的我，不由得赞叹：姑娘，你真美，像个大家闺秀。钱大爷也称赞我气质好，气质好。我不由得想起过去罗广宗看我化完妆，也是沉醉地说我气质真的太好了。往昔欢愉，
皆是过往，现在唯余失望啊！我对着钱大娘和大爷笑了笑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我本来就美。清晨的阳光暖暖的，照在身上，似乎给我带来了不少能量。快1个月没出医院病房了，深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，在晨露微凉的梅花树边，我拍了张自拍。刘管家在一旁看着我开心的样子，眼里闪过了希望的光。小姐，许久不见你发朋友圈了，今天这么好看，要不发一个？我选了那张自拍，配文：春天的希望。过完元宵，应该很快就是春天了。刘管家第一个给我点了赞，还有钱大娘、大爷、隔壁床的大姐、罗广宗的评论都丑成那样了，出来丢人现眼什么呢？不用说，又是起立用他手机发的，我能恢复什么呢？接着弟媳也评论了，你到底准备霸占爸妈的股份到什么时候？我抬起头，虚弱地闭上眼睛，感受着早晨的阳光照拂在脸上的愉悦感。你们都不用急，很快都能成全你们了。我睁开眼，拿出手机，删了刚刚的朋友圈，真是扫兴。刘叔，都通知他们了吗？我微笑地问刘管家。小姐，他们都在去别墅的路上了。刘管家也是看到他们的评论了，看着笑容满满的我，眼神有些耐人寻味。刘叔，我没事，我跟在他身后，有些累，伸出手拉着他的衣角，像小时候走累了跟着他那般。我感觉到刘管家愣了一下，然后微微开始抽泣。他找了车来接我，可我坚持要走回去，身子已经虚弱到这条路都没法走了吗？短短10几分钟的路程，为何走起来那么漫长？刘管家放慢脚步，一路扶着我，好不容易回到别墅门口。罗广宗的车早已到了，看着修葺整齐的院子，干干净净的大门口，我知道刘管家一直十分用心地打理着我父母留下来的房子。罗广宗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，随即又恢复了冷漠。律师和赵泽峰还没来。刘叔，我想看看后院小时候种的梨树。刘管家打开门，整洁而有序的屋子，一尘不染，每一处都保留着我离开时候的样子。刘管家是真有心了。走到后院，那棵梨树足足有2、3米的样子，枝繁叶茂。刘叔，我记得小时候你和我说过，种梨树不吉利。我看着茂盛的梨树说，真是应了那个梨字啊。爸妈车祸离我而去，弟弟弟媳和我离心离德，老公找了情人离开我。小姐，哪来的事啊？每年都结好多果子，花开结果，多好的征兆啊！刘管家看着出神的我，不断安慰，明天找人把梨树铲了吧，太碍眼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进了屋。律师带了文书过来，赵泽峰也匆匆赶来。我拿着离婚协议书签了字。罗广宗，你自由了，我不想再和他耗下去，就当是互相放过对方吧，也给启立和他的孩子一个名分，就当死前行善积德。罗广宗傻傻站在那里，并未伸手接过文件。好一会，他说道：赵若彤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看着罗广宗那张英俊的脸庞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这是我曾经挚爱之人，那又如何呢？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。接着，我又从律师手里接过股权转让书，快速签完字，递给赵泽峰。弟，我名下所有股份以后都是你的。爸妈交代过刘叔，我们一人一半，我的那份也给你吧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别墅和城外的商铺，我做主给刘叔，他还有个瘫痪的儿子要照顾。说完这么多话，我感觉有些乏了。赵泽峰沉默地接过文件，应该是很意外吧。随即我又说道：你没意见的话，就这样吧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照顾这个弟弟，希望他以后自求多福吧。不等他们多说什么，
刘管家就带我离开了。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治疗。刘管家跟着我坐在黄医生的办公室。赵若彤，你不考虑接受化疗吗？医者父母心，我理解医生的想法。黄医生，真的不必了。我正准备签字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医生，治，给他治。这是罗广宗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看到那张英俊脸庞上满是着急的神色，我赶紧躲在刘管家的身后，用手捂住脸。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被癌症折磨到毫无血色的脸，就让他记住那个年少美好的赵若彤，记得我青春少爱时出众的气质。刘叔，让他走。我看着他一身黑色的高级定制西装，显得这个屋里的气氛更加压抑。他并没有在骂我疯子，眼里也不见了那种冷漠，满满皆是疼惜。是知道我要死了，同情我吗？身后跟着院长，院长和黄医生说了几句，随即对着罗广宗说：“罗总，夫人的情况。”他停了下来。黄医生看了下我，意味深长地抬了下镜框：“彤彤，你先和刘管家一起回病房，听话。”罗广宗要过来抱我，我本能地躲开了。这是对我的怜悯吗？我不稀罕。他对刘管家使了个眼色，刘管家拉着我的手：“小姐，乖，我们先回病房等着。”我被眼前的场景弄得手足无措，木讷地跟着刘管家出了门。站在走廊里，我听到院长的声音：“罗总，怎么不早说？这是您夫人，我们可以格外优待的。”听着院长谄媚的话语，我知道罗广宗这几年混得不错。你们给我把全国最好的医生都请来，我要赵若彤活着，健康的活着。罗广宗要我活着看他和启丽的幸福吗？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赵若彤的病情不太乐观。黄医生委婉地拒绝着他：“我不管，马上给我去办。”我跟着刘管家走在晦暗的走廊里，一句话不说。“小姐，你别怪我。”刘管家开口了：“我通知的罗总，毕竟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毕竟罗广宗还是有些能耐的。刘管家也是为我好，他希望我活着。”过了好一会，罗广宗出现在我的病房门口。他应该从刘管家嘴里打听到了我们同间的病友情况，给他们都买了些水果，感谢他们照顾他的夫人。“彤彤，好些了吗？”他坐了下来，温柔地说。我将头瞥向一边，沉默不语。他想拉下我的手，我触电般避开了。“罗广宗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”我忍着身体再次袭来的疼痛，微弱地说：“满意了吗？可以走了吧？”他坐在那看着我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宽阔的肩膀像崖边的巨石，饱经风霜。我的眼皮有些沉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你睡吧。他起了身，走向门外。我看着那个挺拔的背影，眼里满是失望。钱大娘看着这一幕，欲言又止。她扶着大爷起身上厕所去了。我再次无力地合上眼睛。一生骄傲的我，还是败给了罗广宗，让他看到我最不堪的一幕。晚饭时间，我出门领医院食堂统一的饭菜。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靠着走廊的墙壁站着。见我出来后，他走了过来。我呆住了。罗广宗怎么还在？他一言不发地替我拿着饭菜进病房。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真的再也不想见到罗广宗了。可是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很快连赶他走的力气都没了。我看着他高大伟岸的背影，又想起刚结婚那会，他总喜欢在江边背起我，我伏在他的脊背之上，搂着他的脖子，咯咯地笑。躺回病床，闻到饭菜的味道，喉咙口一阵恶心，我吐了。罗广宗在一旁给我擦去呕吐物，我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。我看到他幽深的眼眸里闪过晶亮的东西。“罗广宗，你看完了吧？能走了吧？”“彤彤，
我会治好你的。罗广宗抬起眼眸，坚定地看着我。罗广宗，我就算能好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。他突然顿在那，就像时间静止。猛地，他将我拥入怀中。赵若彤，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，你永远是我的太太。罗太太，放开我，疼！我的身上肌肉已经开始萎缩，瘦得几乎能看到骨头。被他这么用力抱着，会很疼。罗广宗松开了我，转身离开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我感到手上一阵冰凉，抬手一看，一串油光锃亮的佛珠，是罗广宗的保命佛珠。他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他奶奶去山里3步一跪，9步一叩，一路跪上山顶佛寺，为他求来的，只为保他平安。这20多年，罗广宗视为珍宝。现在他趁我不注意给了我，太重了，我这手腕磕得疼。我取下佛珠，放在枕边。窗外起风了，暮色笼罩四野。第2天一早，量完体温，黄医生来房间看我。罗太太，今天把所有检查再做一遍，安排化疗吧。不用了，我真的不想治了。还有，请不要叫我罗太太，和以前一样，喊我名字就好了。我知道黄医生是为了我好，哪怕希望再渺茫，能够治，还是努力一把，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发生。可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，不会再有什么奇迹了。黄医生看了看我，叹了口气，离开了。赵泽峰跟着刘管家来了，他的眼睛很红很肿，跟在刘管家身后，垂着头，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袋。赵泽峰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他应该是被我的样子震惊到了。我已经受到脱相了，随即眼泪汹涌而出。姐，我是混蛋，我不该过年问你要股份刺激你的。姐，你病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他从包里拿出那份股权转让书，还给了我。姐，股份全部给你，我不要。爸妈留给我的东西，你要什么你说，我全部给你。姐，我只要你好起来。赵泽峰还是知道了，他趴在我的床前，泣不成声。我伸出手，想敲下他的脑袋，让他别吵，可手伸到一半，却无力地垂下了。刘管家看到这一幕，背过身擦拭眼睛。我连敲一下他的力气都没了。别哭了，让姐姐安静会。我用很轻的声音说。赵泽峰收起哭声，抽泣着，他拿出旅行袋。姐，这里有100万，我所有的钱，给你治，请最好的医生治。姐，你别放弃治疗啊！他又趴在我身上哭了。哎，这个孩子从小就爱哭鼻子，都这么大了，还是这样。好，我治。我露出一个笑容，安慰着赵泽峰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破涕为笑。钱大娘看着我们，眼含泪花地说：“丫头，你看你弟弟多好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我看着大爷越发浑浊的眼睛说：“大家都会好起来的。”隔了1日，罗广宗安排的专家团队来了，我被推了出去，按照他们的要求再做了一遍全身检查。我无力地坐在轮椅上，看着身边行色匆匆的病人、医生、护士，一项又一项的检查，好像要抽干我身体最后一丝精力。我疲乏地闭上眼睛。晚上，我看到专家团队像流水一般地进出我的病房，旁边大爷的咳嗽声越来越频繁。钱大娘看我的眼神时常隐隐泛着泪光。随后，我听到声嘶力竭的叫骂声，那是罗广宗的声音，好像是骂专家饭桶、医生无能。从未见他动这么大的怒。我看到专家们看完我都是摇摇头，叹了口气就离开。主治黄医生看我的眼神多少有些耐人寻味。罗广宗来了病房，他高大的身影像暗夜的行者，无声无息。不要吵了，大爷要休息。我弱弱对他说。他站在我床前，默然不语。我透过微弱的光，
看到他眼里又有晶亮的东西，可能是错觉吧。罗广宗从包里取出离婚协议，在我病床前撕了。彤彤，你永远是我的罗太太，我不准你离开我。我不解，这是可怜我。那你的起立怎么办？不是要给孩子一个名分吗？我既然成全你们，何必再来纠缠我？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我沉沉地睡去。赵泽峰也来过，他们都动员我化疗，我拒绝了，我怕疼。但是我答应他们会继续治。罗广宗变成了世界第一大闲人，比刘管家都来得频繁，几乎是天天守在病房。他不用管理生意了吗？还有那个温婉的绮丽呢？不用陪伴他了吗？罗广宗变得和以前一样温柔。彤彤，答应我，一定好好活着。彤彤，你说过的，我们要生一双儿女，凑成一个好字。彤彤，求求你一定好起来。彤彤，你病了，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？彤彤，对不起，是我忽略了你，我无法理解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？我只是背对着他，看着钱大爷越来越瘦弱的身体，默默发呆。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，好苦。罗广宗每天守着我，那些药都是好大好大的药丸，每天都要吃那么一大把，比我每天能吃下的米饭都多。我已经麻木了，习惯性的吞咽，然后喝水。吃完以后还是止不住疼，全身很沉，仿佛身上压了块大石头。我很疑惑，罗广宗怎么突然变了？可是我需要人照顾，就当他是个免费的护工吧。后来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，天气很闷，我整日昏昏沉沉的。恍惚间，我看到隔壁的钱大爷被罩上了白色的布，我猛地一惊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突然坐了起来。罗广宗宽广的身体搂住了我，他让我别过头，不要看。护士进来推走了断气的大爷，钱大娘背对着我，站在窗口，望着外头瓢泼的大雨。我看到她的肩膀在颤抖。过了好一会，钱大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窗外的雨一直下个不停，老天都在为钱大娘难过。这一层楼都认识钱大娘，她一个人照顾大爷5、6年，任劳任怨，做什么都是风风火火，干一样像一样。尤其是烧得一手好菜，这么强悍精干的妇女也接受不了失去老伴的痛，她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大爷走后，靠窗的大姐也很快出院了。这个病房安静得可怕，我的身体好像压了好多块石头，更沉更累了。我变得整日昏昏欲睡，甚至一度昏迷。罗广宗那么沉着冷静的人，见我昏迷，彻底情绪失控。他喊来了赵泽峰和刘管家，黄医生在一旁也无可奈何。我只是轻微地感受到接氧后呼吸的畅快感，微弱之中，我听到好多人在哭泣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太弱了，罗广宗什么办法都试了，还是没用。迷糊之中，我看到他疯狂呼唤我的样子，我好像看到爸妈站在别墅的草坪上喊我：彤彤，来爸妈这。我光着脚跑向他们，可是只看到他们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道光，然后又梦到黑白无常来带我走。我挣扎着往回跑，睁开眼，是罗广宗憔悴的脸。他将我骨瘦如柴的手贴在他的脸上，他站了起来，用额头贴着我：彤彤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的身体软绵绵的，医生来给我挂水。过了许久，我有了一些力气。我看着赵泽峰和刘管家说：刘叔，我想回家。刘管家的眼泪往下流，看着我不住地点头。我爸妈死之前，留着最后一口气回了家，死在家里。他们告诉我，不能做野鬼，一定要死在家里。赵泽峰背过身去，肩头止不住的颤抖，发出了呜呜的哭声。泽峰，不要哭，回家陪陪姐好吗？姐，都依你。
我搬回别墅住，我把头转向罗广宗，这个我爱了10年、伤我透透的男人，过往种种都随风去了，就当他陪我走完最后一程，大家就两清了。窗外飘进了一片柳絮，随风起舞。罗广宗，帮我办出院手续，我想回家。你们不要哭，回家不该开心吗？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有泪水，又有笑容。办完出院手续，罗广宗抱我回家，我感觉身体轻得像一根羽毛，又薄又脆，稍微一用力就碎了。别墅还是一如既往的整洁。刘管家知道我自小特别爱干净，提前安排人收拾过了，在家里莫名的熟悉感。刘管家、赵泽峰和罗广宗都搬过来一起住了，这个房子终于有了一些人气。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爸妈和弟弟，我们一家4口快乐的生活。刘管家推着我去后院，他按照我的吩咐把梨树拔了，种上了一棵石榴树。春天生机勃勃的新芽冒在枝头。我的视力越来越差，除了亮光和人的轮廓，几乎看不清东西。弟媳给我发来了信息，我看着好模糊，好多好多字。刘管家说字里行间都是歉意，好多个对不起。弟媳诚心向我道歉。我让赵泽峰喊他老婆过来一起吃晚饭。弟媳来了，他怯生生地看着我。爸妈在世的时候本就不喜欢他，他鲜少和我们接触。看到我后，他也背过身抽泣。我还是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给了他，这是我能为弟弟做的最后的事了。希望他们夫妻以后好好的。又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时日，我已经不能进食了。罗广宗给我用导管吸入流质食物，呼吸越来越难，只能靠氧气管维持生命。他们24小时不换人的守着我。我的神志时好时坏，癌细胞扩散了，压迫了脑神经、视神经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只能看到些许亮光。罗广宗用脸贴着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温度，他的眼泪滑落在我手背，好烫，好疼。我微微抬起眼皮，罗广宗，谢谢你，无论过去多少爱恨，都随风散去。他更用力握紧我的手，好疼。接着，刘管家、赵泽峰都冲了进来，弟媳也来了。一下子，我感觉身体似乎有了力量。这就是回光返照吧。我死后一定要回到爸妈身边。罗广宗，我求你和我离婚。死后，我想回爸妈身边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罗广宗的眼泪涌出眼眶，他拼命地点头。弟媳带来了化妆品，给我化妆。他们知道我爱美，粉质的香气扑在脸上，真好，久违的感觉。罗广宗拿来了离婚协议，他签过字了。我用尽余生最后一丝力气，签下了赵若彤的名字。我终于自由了。你们不要哭，我解脱了。我看到他们的眼泪无声涌出。我扯去呼吸管，那一刻，大脑冷不丁地抖了下，呼吸好累啊。可是我很快乐。我看向窗外，爸妈在远处对我招手，他们笑着呼唤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